骑摩托车戴完安全帽拿起来，老10岁，把头发弄两边，好像说是复古。我告诉你，不是什么复古啊，是为了要遮 M2啊。吃非那雄胺 f e n a s 第2周去厕所打手枪，尽量开始骑墙蹲下，看看我有没有软屌。所以这个是9月26照片。那之后我就是纯粹的物理疗法。我10月9号的照片真的是很唬烂，这个一定在骗我。10月27的时候跟女朋友去韩国玩，12月4号我的头发更多更健康了。算下来我已经停药2个半月了，我的头发并没有因为停药停止生长。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MDJJ 猛爹将军的频道。今天我想要来分享我是怎么逆转我的秃头的。这种东西应该直接秀证据是最快的。那等一下我会放上我以前的头部特写照片。那现在我们直接来看我的头顶，以前秃大概应该有这么大概一块啊，都可以直接看到皮肤的肉色。但现在可以看到这边就这么一小块，其实有点像发旋，其实也不能算是很明显的秃头。我觉得治疗的情况非常不错。再来我们看前部额头的 M 字，以前已经秃到非常上面。那现在的话，如果我头发放下来，其实一般人不一定会直接发现我有秃头。那如果我不真的硬要把它掀起来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短比较细还没有长长的头发，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冒出来。就是这些，如果是看影片的话是灰的部分。那等一下我也会放上特写照给大家比对，就是真的是很多新的头发正在冒出来。我觉得堪称是一个奇迹啦，因为我从开始慢慢有掉发这个征兆，然后到后来秃得很严重，这个过程已经经过了7年多，大概7、8年左右，就是看着它一点一滴的掉，然后毫无办法，完全没有办法。结果最后，因为我觉得我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啊，我至少我的头发方面 nothing to lose，所以我研究非常多，看了应该好几十篇跟秃头直接相关或者是间接相关的期刊，依据这些期刊的内容跟理论基础，制定出了一些大方向我要去维护和我要去保持的，然后再根据这些大方向制定出了很多作战方针，而且我非常严格的去执行它。那结果奇迹就发生了，就在最后这4个月，头发居然就忽然砰就整个都冒出来了，这真的是我就非常的神奇啊。那这些方法对我有效，但未必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效果。所以节目正式开始前，我还是要强调，没有要做任何的医疗建议。你如果真的有头皮方面的困扰，而且需要专业的咨询，还是要去询问皮肤科医生。我仅仅是分享我的经验，那让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时间来到2018年，我们看当时我的头 M 字旁边已经有往上推高的趋势，然后到了2019年越秃越高，然后我还针对他们做了一个特写来记录当时光秃可以看到都已经会反光的一个情况。那 M2 越来越高，然后你的头发越来越短，越来越薄，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很难看。你骑摩托车戴完安全帽，那个一压完拿起来，哇，整个人老10岁哦，真的超级可怕。所以人家说秃头会有钱，真的是有道理。因为你秃头之后，你就想着我要买车，你不可以骑摩托车，因为你骑完摩托车压完就长这个样子，你就30岁变40岁，40岁变50岁，很可怕这个时候你就怎么办？你知道玩这种发型，现在是不是很流行这种把头发弄两边，好像说是复古。我告诉你，不是什么复古啊，是为了要遮 M2啊。这个你 M 字秃的时候最棒就是这样遮你如果像我一样有美人尖，那更好藏，更好遮。但是这种东西纸包不住火，你后来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正经八百的雄性秃头你的头顶也会开始秃，跟我一样，头顶也会开始秃。我们知道秃头是有分那个斑秃跟雄秃，如果是斑秃就是俗称的鬼剃头，你只要吃一些饮食均衡把你的免疫系统调节回来，然后睡觉充足不要有什么压力，很可能就救回来了。但是雄性秃一般是认为跟遗传有比较大的关系然后最主要就是它已经跑不掉，就是 DHT 一个睾固酮在转化而成的另外一种雄性激素。基本上雄性秃
一定会跟他扯上关系。你如果有亲戚朋友跟你说，哦，怎样就可以治秃头，然后你跟他说 DHT，他连听都没有听过，那他讲的话是要大打折扣。一个正经八百研究过雄性秃的人，不可能会不知道 DHT，只是对他的理解有可能大家有分歧，但一定会跟 DHT 有关。OK，然后这接下来时间点来到2021年，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做一些改变了。2021到2022期间，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拖下去，我就一辈子交不到女朋友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开始吃一种东西叫非那雄胺，那它是一个强而有力的 DHT blocker，它会阻断掉 DHT 在你的身体里面的量，它会阻断，我记得是75%。那还有另外一个更强力的叫 Dutastride，就一个是 Finastride， 中文叫非那雄胺，另外一个叫 Dutastride， 好像我不确定有没有翻译，它会阻断掉90%。那当时我选择的是吃非那雄胺 Finastride， 就是副作用比较小的那一款，但是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我吃完大概第2天，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我的心情有比较低落一些，但有在想，有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我就先不管它，我先继续吃。吃到第2周，然后我就去厕所打手枪试看看，尽量开始气量蹲下，看看我有没有软屌啊，有啊，软屌的现象也在我身上发生啊。然后但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继续吃。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当时单身的时间已经有点久，我在想，也许我的人生以后是不是要孤单一辈子度过？可能不一定可以娶得到老婆啊。那我就觉得先治好秃头再说。如果我顶着这光头，我是交不到女朋友的。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继续吃，然后那个屌也一天比一天软，然后我就药也是一天一天的吃，但我的秃头是真的有进展。我们可以看照片，我在2021年的时候秃到这个情况，但我在2022是年底的时候是到这个样子。我觉得吃这个 DHT blocker 是真的可以阻断，确实是可以把它停在那里的。问题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会有副作用的话，那你就要去衡量。那我最后是没有继续吃，原因是我在2023年初的时候就成功顺利的交到女朋友。那当时她也是我的女朋友，也是鼓励我说，她不是鼓励我继续吃药，她是鼓励我不要再吃，反正她不会嫌弃我啊，她喜欢的是我的为人，所以我也就好，那我就不要吃，我就停掉。啊，停掉之后恶化的真的很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部啊什么的就秃的面积马上加倍奉还回来哦，以前没秃的地方全部该秃的全部秃回来，很可怕。接下来就是因为交到女朋友了嘛，我就觉得更加肆无忌惮了，我就都不吃药，但是我还是看着自己的头发，像看着它一点一滴的，从原本是头顶2小撮，然后到后来合并成一大撮，然后有点像那个桃子啊，或者是那种狒狒的屁股，看起来是蛮难受。我想说采取一些比较没那么药物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就这种咖啡因洗发精。那我用了它之后有效果吗？答案就是，好像就这样。大家有没有效果？大家自己去评断啦。反正我洗它洗了1年左右，效果就这样，好像不是太有作用。这张照片是2023年的9月。不过过程有很多人说有效，然后我觉得它有效的原因是你用咖啡因洗发精洗完头发真的很硬，所以你会很蓬，所以看起来真的有减缓。但你如果很认真实际去拍，你对着你的头顶拍张照的话，你就知道未必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人的视角有落差。你从平平的看，你看到碰碰的，你就觉得他没有秃。但如果有人从你头顶上看，像当时发现这件事情的是我舅舅，很多人都说我头发量有变好，但我舅舅刚好他在我高处，然后我在亲戚家，我坐在沙发上面，我在嗑瓜子，然后他就站起来要去厕所的时候说：“哎，你头顶怎么没有头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每天定时拿着手机自己拍头皮，头顶就发现根本就没有减缓，完全没有。那这什么时候才开始改变？我想要带大家直接来到2024年的8月，
8月的时候是开始我做了很密集的研究，并且开始订立新的作战方针的时候，然后到现在直接变成这样。我觉得接下来这边才是重点，就是我到底是怎么去扭转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关于秃头研究的演进历史。以前的讲法是觉得跟血液循环有很大的关联性啊，还有睡眠这些的。但是这种说法在1982年的时候被一个日本的 Hideo Uno 博士，还有威廉蒙塔纳两个医学博士给算是封死了这条路吧。他们没有要封死这条路，但是大家这么理解，因为1982年他们的研究就是针对很多的秃头患者，追踪他们，并对他们做植发手术，把一个毛囊从头皮的有头发的地方移植到没有头发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去长。他们追踪了8年，然后事实证明，过了8年之后，这些头发的细胞活性，我还是保持得非常好可以继续健康的生长。那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你想一下，假设秃头是因为血液循环差而导致的，它从一个血液循环差的地方把毛囊移过来，那它应该也要死掉啊，应该要枯萎啊，但是它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枯萎它毛移过来之后，活性还是依旧在，所以就从此以后变成大家会比较接受说，你一个毛囊该活的就是会活，该死的就是会死。你如果从一个健康的毛囊移过来，那它应该是永久的。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我没有不接受，但它对我是不可行，对我个人而言完全不可行。因为植发的人还是必须要吃药，而吃药对我来讲就是不可行的一条做法，因为我吃药会阳痿，会软屌啊，而且我不知道后续对我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即便知道这有可能是真的，但我不想接受。而正是因为我的这个不愿意接受，让我找到了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而且他的研究很新，就是新过头了。所以我在秃头前期的时候，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资讯，是我2024年今年的8月开始才发现的。接下来我要讲的一名教授，名字叫做 Robert S. English， 他的想法是 DHT 不是直接导致秃头的原因，它是借由其他方式去影响的，而我们要的就是找到这些原因，我们才能真正的治好秃头，而不是去无脑的把 DHT 降低，这样是没有用的。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就基于 DHT 对于毛发的矛盾作用哦。首先，我们如果在熬夜熬到非常晚的时候，那我们的荷尔蒙分泌会出现异常，男性荷尔蒙可能会异常的升高，那这个时候 DHT 也就会跟着升高，我们就会开始掉头发。但是我们的胡子却会长得很长，我们的毛发也会长得更快。DHT 对头皮的作用跟对身体其他地方的作用完全相反，别的地方会长毛发，只有你的头发会掉，这件事情自相矛盾。另外，这个教授也发现，尽管是已经去世的人不是胎记就是阉割过的那种去世的人，95%的 DHT 降低，但是他们已经秃掉的头发并没有因此长回来他们只能够不会再掉更多的头发而已。所以你只是减低 DHT， 它也不会让你头发可以从无中生有已经秃的区域也回不去。所以基于以上，他是提出了几个假说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帽状腱膜，就是我们头壳上面绕着这一圈帽状腱膜，它们如果很紧绷的话，会有慢性的张力，那会在容易雄性秃的体质诱发出发炎反应。那什么叫容易雄性秃的体质呢？这就是基因论，有的人会雄秃，有的人不会雄秃。好，那基于这个第一点假设，我们再往下，它的第二个假设就是这个发炎反应会使得 DHT 增加。这个其实不能完全算是假设啦，因为在比较近代的研究里面，就是 DHT 是可以抗发炎，而发炎的时候也会诱发 DHT 的生成然后第三个假说就是
DHT 并不是直接使得你的毛囊变微小，而是它先让你的组织真皮鞘增厚，毛囊周围纤维化，并且钙化。这个说白了就是，胶原蛋白的排列错误形成了一种伤疤组织，而这个伤疤组织去挤压你的毛囊，最后使得你不断的掉头发。就是看了这个教授的理论跟假说之后，我就在思考，是不是有新的方法可以治疗我的头，然后而且能够让我免于药物的副作用，所以这时候我就改变了我的作战计划吧。我的第一阶段希望先不完全的摆脱药物，但是至少要能够降低副作用，然后延缓我秃头的速度。然后在这个过程，我去寻找解方。那这个解方就是基于这个教授提出的理论假说，我要去破坏我头上的纤维化组织，还有伤疤组织，然后看能不能扭转它。如果他的假说是正确的，我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那 DHT 可能不再会是我的梦魇也许它还会帮助我的头发生长。假设他的假说是正确的，好，那第三步就是可以摆脱那个药物。OK， 那我第一步的方法，我马上就找到，其实就有论文研究，而且也证明，那就是外用非那雄胺。非那雄胺你也可以把它溶，有人把它直接溶在食盐水里面，那也有人研究是把它溶在那个生发水里面，就是米诺西地里面，把 Finasteride 放到 Minoxidil 里面，浓度使用的是0.1%，也有人用0.25%。不过我当时是有去对照一下那个数据图表，因为我要的就是它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要越小越好嘛，效果我比较其次，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伤害了，那我不希望因为使用药物还对我的身体其他地方造成更大的损伤。那使用0.1%的非那雄胺外用，相比起你直接吃，它有很多的好处。它在头皮降低 DHT 的比例降低的更多，而对于你的血管里面降低的更少。那这代表说对你身体的影响是更小的。那你可以把它局部在头上，这样的话当然会更好。那这个就是我用的米诺西地，还有这个医生开外处方的这个非那雄胺。那看你是看每个人可能几毫克不一定一样，那我就说我的是5毫克的，那一个米诺西地里面有60毫升，所以0.1%的话就是要放12颗进去把它溶解。那溶解之后搅一搅，你如果把它打碎再丢进去，可能就会溶解的更快，这样子就可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平常怎么用生发水就怎么用生发水，把它吸起来，然后挤一挤，然后按摩按摩，这就是外用这就是外用非那雄胺的方式。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使用了非那雄胺之后的成效。我可以说啦，因为我没有拍我当时的浴室洗头的照片，所以我没办法证明说我的掉发量变少，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掉发量就是变少很多。原本可能洗一次头会掉个40-50根，后来有剪到的可能掉个20几根左右。但是尽管如此，这是我今年8月9号拍的照片，然后这是8月9号拍，这个是8月11拍的照片，到9月18，其实你看哦，有好一些啦，就是因为你没有持续的掉发嘛，但是其实反攻的程度是有限，我觉得没有说非常的显著啊。那这个过程当然我也没有闲下来，因为我就是要借由这个延缓它秃头的空窗期我想要去努力的找一个能不能去破坏我的头皮纤维化，然后减少它发炎反应的一个方式。OK， 很快我就我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同一个教授，他有提到的，标准化头皮按摩程序。那这什么是标准头皮按摩程序？我这边是简略的示范一下啦。反正它的大原则就是，它会对称，比如说你按左右，或者是你按前后，然后让你的头皮在你的头盖骨上面努力的磨蹭，
努力的摩擦，然后你也没办法透过直接这样子按它，因为它没有肌肉。你不要跟我说那个汗毛那种能把汗毛竖起来的那种肌肉，那个叫肌肉。我们不是要按那个肌肉嘛，我们是要按这种肌肉，我们要放松，但它没有啊。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你要让它摩擦，它才有真正的达到按摩的效果。然后你会这个样子，把你整个头皮全部都按摩一遍之后，接下来你要捏你的头皮。这是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了，这个 Robert S English 他的标准头皮按摩程序里面有提到，我记得日本也有教授也有在讲标准头皮按摩程序。那他们的研究也是证明，如果使用这套按摩手法的人，是有一些人有治疗效果，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有延缓秃头的效果。那接下来就是你要这样子去捏每一圈肌肉，把它捏到它里面写的很离谱哦，要有效，要按到红肿，要按到红肿才有效。所以看的这一段，我就在想说，也许以前的头皮按摩都 focus 在血管血液的流动，也许就是错误的，就是不完全正确。它血液流通当然可以让你 DHT 代谢的更快，但是它没有办法去破坏你的纤维组织。那是不是这样的按摩方式可以去破坏纤维组织呢？也许吧，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照做啊。照做以外还不够，我还去加码啊！我看，因为研究前面不是说了嘛，是帽件那个紧绷所造成的。那如果有去找，有一些造成什么，有一些头壳紧缩啦那种的，会找到，还有就是这是肩颈所引起的哦，就是这个跟不完全是，就有点，我们是依据这个他说帽件紧张嘛，那帽件这边的紧张，还有可能引起的原因就是肩胛跟整个肩颈，所以我也找了很多的瑜伽运动，去放松我整个肩颈的肌肉，来减轻它的压力，为了要降低紧张，然后降低发炎反应，看看这样能不能延缓这个就是伤疤组织的继续的堆积，伤疤组织的扩展。再下一步就更神奇了哈，我就是想到伤疤组织，我就想到那个痘疤，因为我也是很会长青春痘的人，我就想到女生怎么解决痘疤的，是不是去打那个雷射？但是我不能打雷射啊，我怕我这个雷射一打，头发就打没了。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办法类似于雷射？因为就给我挖到宝了，我就看到那个有一种方法，女生美容的，他们会用那个微针做那个美容，我就查那个微针 micro needle 那是关键字，然后我再打 micro needle，我再打 AGA 就是雄性秃，一找就挖到宝。应该是2020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印度人的研究。但是你不要看他是印度人，你不信他，他也是被收录在 NIH 上面啦，就那个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嘛，健康管理局啦，那他也被收录在上面。他讲的就是用微针扎头皮，真的有效。OK，后来其实不只是那篇论文说有效啊，后来这个真的是我的新天地，我去查那个 Hair Loss Talk， 就一个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秃头论坛，上面一堆人在分享，很有效。但是我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那个版主会把部分的那个微针的纹删掉，因为很多人在上面扎出血，扎到都是流血了，他觉得他不可以容许这种事情，他觉得太可怕了，所以如果上面有见血的，他会把它删掉。OK， 那我就说了，这个方法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有用到极点，只能说是真的是有用到极点。我很离谱，它有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扎完，开始大概过1周，我头发还没长出来，但我可以感觉得到，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告诉我，我的头发现在正在冒出来。我就直接扎完1周，我就直接把那个药全部停掉，我直接全部停掉，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长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力量告诉我
它一定会涨。哦，然后这边要讲一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微针，很多人扎是扎出血嘛。那我想了一下，其实扎出血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破坏伤疤组织。那你这个样子弄来弄去，你是不是又造成了新的伤疤组织？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买微针滚轮啊，然后就买一个滚轮，然后在你头上这样滚，这样子滚，这样滚。但是这个过程哦，你看哦，针是这样的，一根一根的。那在你的头上这样，如果是这样滚，你看你破坏的伤口是很大的。那最完美的情况就是只有这样，跟针这个镭射一样，就是这样扎一个起来，啊，扎一个起来，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但是，所以有个东西叫微针的镭射微针笔，但是那个东西蛮贵的，所以其实不用花这大钱买那种东西啊。微针笔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非常的确保你扎下去的深度是多少。那测出来最好的是0.75 mm。那微针笔，因为它每一针的深度一定一样，因为它是电子的。但是，我没这么多钱啊，我很穷，我是穷鬼。我用微针滚轮，我要怎么达到一样的效果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一样嘛，所以我自己不管它了。我原本是想买1.25，但我买不到啊，我就用1.5扎在头上往上扎，啊，我就这个样子扎一个，我不滚啊，我扎一个就起来，啊，扎一个就起来，啊，扎一个就起来，其实蛮花时间的啊，就这个样子扎，啊，往身上往头上扎，这样一套扎下来，应该可能3、4千个洞应该有。因为它一圈好像有450几这个针吧，应该是啊，所以我这样一套这样扎起来，头上绝对是好几千个那个针孔在上面。那扎完之后要记得，就是我们刚刚外用的这种生发水啊，这个时候不可以用。你扎完它的吸收力会很强啊，所以你那个药物直接进血管是有风险、有危险的。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你这样做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扎完的1、2天，哦，不要外用这种药哦，不要外用这种药，可能会太刺激。而且米诺西蒂它对心脏它原本是治疗心脏病的哦，它原本不是治疗心脏病，它是治疗心脏相关疾病的。然后非那雄胺原本是治疗射物腺的，所以只是提醒你这2件事情不要同时。啊，你不要扎完你头上一堆东西，然后你就生发就一直涂上去了，也许会有什么后果哈，大家自己小心。其实你的掉发是可以看出征兆的，你掉下来的头发你可以去检查，你的头发发根如果是白色的，那就是一件好事。白色的发根表示你这一根头发度过了它充实的一生，它才入土 ，OK， 它才掉下来。如果尾巴的底部有一种看起来像灰色小小的一种粘连在上面的东西，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它没有白头发这么好，但它也是属于健康的状态。除非每一根都这样，那也许你有一些别的情况，但它跟秃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最糟糕的就是你掉下来的头发，发根部是纯黑的，那表示它还很年轻，它命不该绝，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概念。它还没死，它就死了。为什么？就是头发你的那个毛囊已经闭合，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还比较秃头初期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这样子拨弄头发掉下来就是黑发根，但太晚采取措施啊。但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资讯，也许我以前采取措施也会采取错误的措施。OK，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就要来回顾一下时间线了。我称我自己吃药的这个过程叫做化学疗法，然后后来我这个扎微针啊、按摩啊，还有瑜伽，我称它叫做物理疗法。我吃药吃到9月18，刚刚没有看过这张照片。9月18的时候，我的头是长这样，然后我后来还过了1周才完全停药嘛，所以这个是9月26的时候的照片。那之后我就是纯粹的物理疗法就是瑜伽、微针还有按摩。神奇来了哦，这张是我10月9号的照片，真的是很唬烂。我自己看，如果是别人给我看这照片，我也觉得这个一定是在骗我。
我当时把它分享到很多那个秃头朋友之间的群组，人家看到也是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觉得我一定在胡乱，但是我没有在胡乱，我自己知道，就是有些人也会觉得会质疑我啦，但是我不管他，因为我自己知道有没有用，我自己最清楚嘛，所以我就持之以恒。接下来10月27的时候，头发我这个是跟女朋友去韩国玩还要见一些韩国朋友，很庆幸哦，去找他们之前很久快10年没见的朋友，他们韩国人见到我，是一头茂密的 MDJJ，茂密的猛烈将军，嘿嘿，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是11月11号拍的，情人节啊，你看我的这个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 字秃的部分呢，很多的毛开始冒出来了。然后12月4号我拍的一张照片，我的头顶，可以看这个时候头发更多更健康了。算下来我已经停药2个半月了，已经完全的停药2个半月，然后只用物理疗法，我的头发并没有因为停药而停止生长，它长得非常的越长越多，真的是很值得欣喜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这里是12月6号，我的前额 M 字秃一样状况在持续的改善，所以这就是我治疗头皮的这个心路历程，希望对大家有用啊。那我回来我再回来好好总结一次，就是我用下来，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最没有用的就是这个咖啡因洗发精，它会让我的头发变得很硬，变得很蓬松，看起来很有效果，但实际上乏善可陈。然后非那雄胺跟米诺西地，就是我吃药就是中断嘛，但是我吃了2次，我每一次吃它只要吃它，在我身上也一定会有副作用，所以网络上可以看得到期刊，也有论文，你可以用外用的方法去减轻你的副作用，这是可行的。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最后能够让我整个秃头的部分长出头发的，是我开始使用物理疗法之后才达到的。那物理疗法的方法就是微针，还有瑜伽，然后按摩。但是这个按摩不是穿的，就可能没有那么传统。OK，然后它的原理，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我也要感谢这个 Robert English 先生他的研究跟假设，他做了大胆假设嘛，那我就是负责那个大胆求证的人。那希望我的这个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可以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那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不是一个医疗建议，这个医生讲的也只不过是假说。那我试着去依据他的理论来验证这个假说，但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情。那我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做什么的话，那我总有一天要变成全秃的，所以我没有东西能够失去，我做了这样的行为，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大家也不要说看了之后就很轻易的尝试，还是要可以的话找你的皮肤科医生聊一聊，谈一谈，看看这样的方法适不适合你。为了要治疗我这个秃头，我真的是看了非常非常多篇的期刊，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血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有秃头，可以分享给他看。你如果订阅，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给你们看看我头发的最新进度，或者是我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得到什么样的成效或者是因为我没采取什么措施而导致退步，因为你们都可以知道我的最新情况。也祝福各位秃友们都可以找回你的头发。那么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大家。